一级棒，美味しい大汉板豆腐。择偶条件大对决，爱或被爱怎么选？我很期待有一个心动的感觉，永远不会只爱你一个。你可能就要想说，你的老公会不会偷吃，很累呢。如果我对他不能动心的话，那偷吃的就会是我啊。你找一个宁可是他爱你，比你爱他多一点的人。永远不会只爱你一个人，不等于不会爱我。这其实是爱我，只是他爱的人比较多。今天参加什么辩论社的？这个礼物行不行？女生观点大不同。礼物他真没时间挑，用红包取代吧，可以吧？就算没有时间，还是可以去买个蛋糕吧。我真的不想要收到那个礼物，还要演，好喜欢600，不是600，如果低于1万块，他就知道了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晚安，你们好，晚安。陈哥，来吧，八妹。我闺蜜，她请我当红娘，要我帮她介绍恋爱对象。说吧，闺蜜开出什么择偶的条件？好，来，第一个，外表不能太瘦，最好有点肚子，这样她才会有安全感。第二个条件，这个人要有副业哦，最好是做吃的，最好是做面食类的。很抱歉，已婚了 ，sorry。镜头在哪里？老婆，孩子，我爱你们。不要再自肥啦！拜托你转告他一下，我跟他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没有 ，impossible。这世界上有肚子、有副业又会煮面的男人多得去，你真的不要想的太多了。那你自己慢慢找吧。Sorry 咯。可是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的4位来宾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在意的择偶条件。到底啊，这些条件是通往幸福的关键，还是画地自限？啊，听我说，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，这边欢迎亚竹、医生，欢迎两位，欢迎拉拉、马友，还有我们的智商心理师马纳球，欢迎我们马纳球，还有我们的人气很高的3位女王团的代表 Patty、九九，还有阿 Q，哇，都是人气指标，真的，这边都是单身指标。哦，今天这个话题，他们愿意来分享，其实蛮感人的，很感人，对不对？医生，对吧？错，我通常是不分享的。他都好难得，他的感情世界是个谜啊！你要知道啊，谜一样的女人，我是说杨雅竹啊，她也是啊。对啊，我从她童星看到她长大，看到现在，已经亲手女了啊。你刚刚差点要说右嘴什么？我本来要说美魔女，还没了。后来拉拉在，我不好意思说她是美魔女。她也没有美魔女了。43可以美魔女，好漂还是要对啊，算了美魔女了啦，对不对？马友好厉害 ，AKB48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马纳修，不，你有结婚吗？有，所以不要把我扯进去了。我回去要跪主机板的麻烦。那我们的女王团3位成员目前也都单身嘛，是吧？他有交往10年了，哇，对了10年了，九九快10年了，然后又快结婚了，对，快结婚。菲林这个应该不到2年吧？对了，不到。很弱哎，不用什么啦，有点心虚，因为是10年太很太浪费时间了嘛？没有，一个人有几个10年？对啊，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好，不能再唱太多，给版权。说到择偶条件，真的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清单哦。有人首重颜值，有人在乎财力，那有些人呢，他非得灵魂契合不可。soulmate，根据2024年的交友社群平台的调查呢，台湾25岁到45岁的女性，有72%的人坦言，外貌会影响第一印象。当然，外貌协会嘛，当然了。但真正能决定交往的呢，还是谈吐跟3观。没错。另一份调查也指出了，有呢超过61%的受访者认为经济稳定才是能够长久走下去的关键。但是 问题来喽，什么问题？你真的够清楚、够了解你想要的是哪一种另一半？你真的知道吗？第一，你离海苔熊远一点。第二，不要跟梁鹤群联络，好不好？这些都是说话突然间爆冲的人。你跟我相处这么久，怎么会 peace 一点？好喜欢那种疯狗型的。准备择偶条件大对决，准备第1题。A 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位，但你完全不来电的人。
哇 ，B 你超心动，但你知道他永远不会只爱你一个的人。哦，残酷2选1哦。好，准备，请举牌。哇，都是 B 耶！哇，只有我们2个跟哇，只有我们3A 哦。哎，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哎，你干嘛这样？好专情哦，害我都不好意思。没问题，问答案。贝利为什么 C？因为我觉得安全很重要，是择偶哎，偶是一辈子的，就是长时间要交往的，而且他永远不会只爱你一个，你可能就要想说你的老公会不会偷吃啊？他今天晚一点回你，或晚一点回来，他是不是爱上别人了？很累呢。你是这样想，为什么大家都不这样想？问题是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年纪都快走不动，如果还有心动的感觉，那我一定要走不动啦。就是因为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空窗。那我很期待。你那个窗都变落地窗了，那个。对啊，都快石化了，所以我很期待有一个心动的感觉，会让我变年轻，有一个恋爱感。你因为他，你还知道你的心还活着，还会跳。对，而且我可以为了他，我整个膝盖都灵活起来。其实只要葡萄糖胺就好了，真的。你先等一下啊，我不应该问年轻最长的。来，医生你先来。为什么可以？如果我对他不能动心的话，那偷吃的就会是我啊。哦，果然是年轻人的想法，想对方选的是我每个人想这样，哇，你好棒哦，你都给不一样的观点呢。我可以伤害到，不能伤害别人。没错，你看他回答的就不是葡萄糖胺的问题了。有没有不一样的人讲不一样啊？膝盖动不动得了没关系。杨主厨。我的想法是，因为如果要走得很长久，如果我不够喜欢这个人，我最后一定会对他很没有耐心，我一定会挑3挑4，到时候感情一定走不下去。可是那个男的，他现在跟你相处，吃完饭就要走了，他去别的怀抱了，你觉得无所谓？我也可以去别的怀抱，开放式。对，你要说清楚就好了。但是如果我不爱你，我跟你相处，我是不可能跟你走久的。哦，是痛苦的。没错。哦，你说哦，哇。大家的观点真的好不一样。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们。那你为什么选 A？我觉得我们听过一个话，你找一个宁可是他爱你比你爱他多一点的人，你这样你不会觉得辛苦，你会觉得有点小小的亏欠，但是你会觉得永远是当你看到他，你就知道他是全心全意爱你，你是一个幸福的人，他的幸福是满点的。因为你如果不是你不喜欢他哎，可是那个人他如果不是他不爱我，他永远不可能是我的。你不喜欢他对你好，你会觉得很恶心而已啊。哦，对，好像也是。你不喜欢他碰你，我是觉得你说的都很有。哎呀，我们怎么会被说服？没有。如果我没有心动，我没有办法亲密互动，而且他重点是他永远不会只爱你一个人，不等于不会爱我。他其实是爱我，只是他爱的人比较多。中文好好。目前先，逻辑好清楚。中文好好，你有参加什么辩论社的？对，逻辑好好。抓 bug。你阿 Q 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一辈子永远太长了，我也不一定会只爱我的另一半一辈子啊，所以我也有可能会。小孩，我们没有，不是，我们说就有这样子共识啊，那我们也是抱持着这个共识也在一起很久了。那我的意思说，我们不要勉强彼此啊，就是那个爱还是重要的，爱是重要，爱是重要，所以才是支撑你们走快10年。对，你这个也快10年，对，也是，但你选的是 B。哎，对，没有，那我很爱这个人啊。假如说他去爱别人，我也可以接受这种感觉。对，我可以拱手让人。好时髦的药师啊！谢谢。换你啊，你为什么？他永远把我放在第一位。首先我已经感动跟感谢了。我虽然对他完全不来电，但是我会等我有一天做决定，我是可以爱他的。Same。你刚刚还那边转到 B。什么？我刚转，他已经转到 B 了，是不是？已经处理好了。太委屈了啦，太委屈了。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对于爱情的要求会不太一样啊，而且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好，现在他可能不只爱我一个，但我会试着去让他最终会把其他都放掉，然后只爱我自己一个，这样有一个努力的目标也有机会。这真的很难。难怪你也选 B。对。所以，我刚刚那句话不成立嘛？以前人家跟我们分享的那个，找一个爱你比你爱他多一点的人。我觉得
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倾向说，因为这不知道未来到底有没有可能自己能接受，那不如一开始就先找一个是自己要的。对。可能因为世界末日啊，随时有一种末日感，对，还不如好好爱一回。及时行乐那种感觉。及时行乐。及时 OK， 好，我们很寂寞，没关系。第2题，来 A， 另一半家长超难相处，但每年只需要共度1次7天6夜的家族旅游。B， 另一半家长很好相处，但每周末都规定一定要回家聚餐。秒答了，来准备，请举牌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怎么又是少数啊？3个 B 啊，其他都是 A。只有我们3个 B 啊。这个不就很好吗？跟家长很好相处，也是个很幸福的事情。每一周都要聚餐，还好啦，1周有7天啦。所以我喜欢你的说法，你呢？我实际真的有再回去，就是每个月大概回去2次3次，一起吃饭之类的。以前交往10年以来没有间断过。没有完全没有，就是一开始认识之后，就后面大部分都蛮常回去的，已经是一个日常了，好模范哦！1个礼拜都要聚餐，这要占多少时间呢？好可怕！是1个礼拜1年有52个礼拜，你1年要跟他聚餐52次以上，比7天6夜多好多。这是什么长痛不如短痛的意思啊？我在忍，怎么忍？我就是这1个礼拜而已。对，这是角度问题。我觉得1个礼拜1次是短痛啊，他很难相处。是隐隐作痛。每个礼拜都要有点痛，对，那我不如1次超痛。没有，跟家人相处有这么累吗？7天6夜很痛，7天6夜很久哎。这1年就这么1次哎。好，没关系，好，没关系。来，对方家长再怎么好哦，还是会把我们当外人。他永远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是自己的。也有视如己出的公婆啊，很少。你一定要那个表情吗？要别人的都不要幻想。对，1个礼拜1天，你就会觉得好像常常在看到他，只是一餐呢。可是会影响到你的规划。譬如说，你如果可能周末想要跟朋友，你可能就是会有点不好意思说，好像家人妈妈还在家里等我。那个他规定那2个字太硬了啦，你会觉得啊，都规定，那我就要排个长假怎么办？太极端了，你们这个很难安排自己的。好相处还规定，那真的好相处吗？假的好相处。对啊，逻辑正确。对啊，你那么好相处，我很好，那你每个礼拜都要来，回来这样子。亲了，他就这个表情啊，他是真的很喜欢你啊。可是亲了啊，哇，每个礼拜回来1次。我看到这个，压力好大。对啊，就很。我们7天6夜就好。我1年就预备好心态这么1次，然后出去，而且我会抱着一种摩拳擦掌去看好戏的心态，因为我看他有多难相处，我就想了，对，年度大戏，对不对？年度大戏，对，因为吃饭要一直讲话啊，出去玩可能跟团的话有跑行程啊，干嘛？对，搞不好长辈累了，晚上就先回旅馆睡觉，那我们还有自己个人时间。好，没关系。第3题，来 ，A 对你超好，但完全没有亲密行为需求的无性恋男女友。B 亲密关系超契合，但劈腿5次，向你保证绝对不再犯的男或女友。这太难了。请举牌。啊！等一下。好，他们2是 B， 他们2，你真的吗？好诚实啊，诚实面对。他们2个是 B， 诚实要诚实。劈腿5次，保证不再犯。你为什么可以？性还是很重要。我觉得再怎么样，要死也是没错了，好像也是。哇，你这现在的分享真的好棒哦，你。脸都红了，耳朵都红了啦！你在想什么？我觉得很难生存，那个比那个我不爱他，然后他对我很好，很难什么？很难，用很难生存来形容。那个是没有亲密行为会死。那个不是我不想要他，是他完全不想跟我做，那个太痛苦了。那对我好有什么用嘛？
你在哭什么？没有哭。大伙儿你看了没有？看了没有？大伙儿都是 A， 我这也是 A。这不是一个意见平等的地方吗？无所谓，我刚才也是少数啊。我也没讲什么。我们也没霸凌你啊。还没有。林生，就我不是跟男模交往。对啊，就是好像就是他四处都可以给人家用的感觉，就会觉得因为我感情洁癖啊，那宁愿都干净。没错，对，你既然不用我的话，那我出去找别人用可以吧？又是你去找别人。那我觉得是每个人啦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可以柏拉图式的，所以这个选择上对我来说就是。如果一个不定时炸弹的话，那我宁可不要。对啊，内耗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跟别人用过之后又回来找你用，那种感觉好像真的会有点脏哎哈。劈腿只有分0次跟无数次啊，所以呢，保证不再犯。这个除非对，没有灰色地带。你应该找个对你好的。对，就是至少它很干净，从来没有使用过，没有拆封过，连你都用不了，对我超好。这样。对，所以你也可以柏拉图式的。我尽量努力。也不一定。阿 Q， 你可以。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太方便了，有玩具有手，就是其实可以自己解决。我也觉得。我说真的，就是他对你好比较重要，你要解决你自己想办法。其实我们有录影，你们知道吗？传达这个观念，我传达，因为人家劈腿5次，他对你，我觉得我生日愿望真的实现了，因为我期许我们节目可以成为一个畅所欲言。对，我畅所欲言。合理吧？合理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蛮。阿 Q， 你有存在的必要哈。对，力捧吗？有力捧吗？力捧的厉害啊！其实我个人觉得，我就交往10年了嘛，所以很久了。所以中间还是真的有那种没有关系的时候。我不用知道。自己搞自己的就好了，不需要。也是有玩具跟手的，还有很多技能。玩具总动员。手还有双手。对。来妈也。我还要发言吗？我也是加入一下那个玩具总动员。对啊。可能因为我接触过一些 couple， 他们很多导火线会是从那个性上面的，频率啊什么落差就失和，很容易变成一个导火线了。对，当然5次有点夸张了。如果假设真的5次的话，我就看他接下来怎么表演。如果他还有下一次，那界限拉出来嘛，那就没有了，就不要了。你还是蛮仁慈的哦，对不对？对他看起来看不出来吧？看不出来。没有，现实中其实1次我应该就跑了啦。但因为这太极端了，对，这5次那就走得蛮前面的。命定恋情无疾而终，全都因为这点不合。刚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见钟情，短短几个月就有一种往结婚为目标的一个共识。哎呦，他就开始会限制我的自由，比方说他就会说，我们不是要打算结婚吗？那你可不可以不要一天到晚都跑出去跟朋友吃饭喝酒？为什么？放假就是要玩呐！我就是不能接受人家限制我，就结婚也不行。哇，那你好难哦。婚前婚后，你知道我差多。我觉得蛮好玩的。再一题好不好？越来越刺激。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再题。好，来，要开了。好，来 A， 另一半记性超差，答应你的事10次忘7次。B， 另一半记性超好，你交办的事都不忘，但所有的好坏事也都记得。哇！来，请举牌。又不一样了。比较少啊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又是3A，因为我可以帮他记啊，我可以当他的脑袋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我记就好了。而且他什么都不记得哦，对啊。但是坏事也不一定记得，有时候有些可能我们吵过架或是做什么，他不会翻旧账啊。没有，因为另一半记性很好，很恐怖哦。就是他会一直念，只要你当初有做错一件事情，你开始准备要做错，他就开始念。听起来就是因为他是常常出包的人，所以他可以接受。
像我是完全不能接受不靠谱的人，所以我要宁可选这个。我也是不喜欢不靠谱的，而且什么都记得，其实蛮有情绪的。对啊，我回去我都记，很浪漫，我觉得很棒啊。都是我在记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谁？因为记太多真的很累。如果另一半记性差，我就不要交办他事情就好了。对啊。哎呦，我干嘛？我就知道他记性差了，我还让他一直记得事情，这样不是造成他的负担，然后让我们吵架吗？那他以后就会把你给忘了。他不是失智，他记性超差，超差，太夸张了，是啊，而且超差。记性不好跟失智不一样。答应你的是那个记性不好的人容易失智吗？对，因为他什么都不让他记啊，他不让他记，他脑部就会退化。哎，对呀。我觉得凡事记得太清楚，真的人生不会很幸福的。我觉得答应10次忘记7次，就等于没有诚信，以及就是。他会不会忘记回家的路啊？改天就是过了2个小时，忘了。就在说失智，就跟你说不是失智。宝贝，你问他说宝贝，你今天去哪？他说我忘记了。谁是宝贝？谁是宝贝？你为什么晚回家？我忘记了。他说我是谁？我在这里干嘛？那对你今天去了哪里？为什么晚回家？我忘记了。对，什么都忘记了，这不是很这个不靠谱，这种太危险了。不靠谱。我们晚上吃过什么都忘了。对啊，那个对这个基本上我们都不喜欢不靠谱的人嘛。对啊。他如果一些小事情忘了就算了，我觉得他有记得我就好了，这件事就最重要。对，其他的话我会帮他提醒的。你不认为那个不靠谱不重要，对不对？啊，可能我已经有点习惯了啦。哦，你的另一半是这样，目前就是这个，也没有到那么夸张了。是不是有掉一滴泪？现在？我现在觉得回去可能要跪主机板，在家过得好辛苦。好，谢谢你们分享这个东西，的确不好选，对吧？但是仔细一敲，它其实还是可以找到一个你跟另外一半相处的逻辑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对象？优先顺序啊。来，马上这个环节是感情要长久，我觉得这个条件超重要。我觉得我的比较特别一点，就是我会看脸呐、看身材啊，但是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至少会2种语言。哇！因为对我来说，怎么样算2种？客语跟中文，国语、台语三个，是2国语言还是2种？2国。有2国啦。对，就是因为我讲中文不是母语，所以希望对方是可以体谅我的口音。对，当然可以啊，可以。中文很好，没有很好。我觉得有时候会遇到一些，就是我讲错中文，或是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我一直讲错，然后对方可能一直怎么讲纠正我啊，有时候就是别人看不起我的中文，所以我这样的时候我会觉得，啊，就是你也不会讲其他语言，然后跟我沟通，英文、日文、中文都可以。但是至少知道学另外一种语言，然后用另外一种语言沟通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会同理，对，就能够体会你，是，对，而且就是因为日文是很有趣的语言，对，就是很多小细节只有用日文才有办法表达，对，真的吗？真的就是那种，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什么棒鱼、敬语、高级敬语什么的。哦，每个年龄的敬语还不一样，就不太一样。他是长辈，但是跟我很熟，所以不用那么的拘谨。但是他是第一次见面，比我小，还是要用拘谨，很厉害，他会讲拘谨，对，就是很好哎，很厉害，就是分得很细。所以对方可以讲日文的话，我就觉得超棒。赞。OK， 2种语言。下一个，他哪一个？我也好奇，他哪一个条件超重要？不可以限制自由。你怎么了？因为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是，我之前在大概在过年前后认识一个男生，然后那时候就是中国年不是放假嘛，然后刚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见钟情，然后我们就会出去玩啊，然后喝酒，跟朋友去吃饭，然后就那个礼拜过得有够开心，然后。那时候我们一度就是开心到觉得说，我觉得我们是一辈子可以在一起生活的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短短几个月就有一种往结婚为目标的一个共识。哎呦，然后太一见钟情了吧？对，真的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一切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样子。然后当我们在说，哎，我们好像要努力的时候，大概总共第8个月，他就开始会限制我的自由，比方说他就会说，
我们不是要打算结婚吗？那你可不可以不要一天到晚都跑出去跟朋友吃饭、喝酒、熬夜？你会伤身。如果真的要结婚，你有考虑要生小孩、要备孕的话，你是不是要照顾你的身体？什么的。然后我想一想，一开始我想说好像对，可是我拉回来不对哎。我们还没有结婚呢，他现在等于在控制我要先做结婚以后要做的事情。那我的观念是，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吗？对，他是没错。可是我会觉得这立场有点诡异，就是我们还没结婚，你要我先做结婚的事情，这样不对吧？因为我现在还单身，照理说我应该是还享受单身的日子这样。然后反正就是他越来越夸张，到后面他。我跟他说我要跟朋友出去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跟我吵架。如果3天前跟他讲，就会吵3天。所以我后来到很后面，我就是出门前半个小时我才跟他讲，然后我还要再跟他吵半小时之后我才能出门，就是到的超夸张。然后之前我们就是有用一个那种打卡的 app，然后就是我们只要加到朋友圈里面的人就知道彼此在哪里。然后后来我就把它删掉了，因为我觉得他太烦了，因为他就是会有的时候就会知道我在哪里，然后打给我说你在那边要待多久或什么的。然后后来我把它删掉之后呢，他更夸张，他跑去找到我们的那个共同朋友，有我的朋友圈里面的那个人，跟他说问他说他在哪里，然后他还杀过来找我，然后他一看到我之后，他就把我拉起来，然后说走，我们回家这样子。天哪，这怎么跟刚认识差这么多？对呀，所以我就觉得，但是他的方式只是说收心操，你知道吗？是要快开学了，你不能每天玩到开学前一天。为什么？放假就是要玩呐。不，所以他说为什么要收心嘛？怕你一开学的时候你没办法进入状况啊。我看起来差距好大。你看起来蛮成熟的，但就是最起码他不让你，就是他不让你像以前这样子开心，你会受不了一样。对啦，所以我就是不能接受人家限制我，是结婚也不行。哇，那你好难哦。婚前婚后，你知道我差多。很幸福，很幸福。麻辣熊你有什么看法？立刻如果是这种限制自由到很夸张的，通常有一些可能啊。第一个呢，可能他对关系比较缺乏安全感，可能过去的交往经验啊，或者是成长背景等等的。那第二个可能是有些人会比较自我中心一点，他就会觉得对方应该是附属于我。所以我要命令他照我的要求去做。那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真的限制的太夸张，认真的，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。好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接的 case 很多这种限制到太夸张的，都有一点危险情人的潜力，有可能。这个条件不合拍，交往只会胜负平。我其实之前交往男朋友收入都比我低蛮多的，然后我们出去都是 AA 制。男生他自己自尊心会受损，我就算不计较他也会受损。然后如果我们要去哪里玩的，他就说不然我没钱，我没办法去，我就会觉得这感觉不好，很差，就是那变成我要 cover 他。限制到太夸张的，都有一点危险情人的潜力，有可能会这样。尤其如果你开始发现说怎么人际圈也被他限制了啊，甚至有的在管你跟家人的互动、跟朋友、你的生活，对穿着都还有人会管这个，那真的要很小心，因为这我觉得跟这样的生活起来很累了。来郑医生，我是收入不能差太多，你这太主观了。你所谓差太多是差多少？我后来发现，至少真的跟我差不多就好。因为你谁知道你多少啦？我们又不知道你多少。我们就不想去追究你多少，不要比较尴尬。你认为另一半收入多少，家里维持起来比较容易，比较不会有困难，好不好？请用手告诉我，来，请举手。觉得你这是20啊？真的20啊？是哦，10万。家庭哦。其实我也差不多是。你也希望他20，对方要20啊？对方5万就好了吧？你？对方8万，我不在意，我觉得有爱就好。我也不在意。都怕回去退主机吧，5000就好了，刚刚是5000，不是5万。5万，来，那比好，5万5000，这边是这是50啊？不是15万，15，对方4万，10万，30，哇，只要10万。对。哦。因为我刚恋爱的时候是我比较低，然后我的另一半也就是接受了，所以在报恩的。对，我没有办法就是要求太多，我觉得我们过得很好就好。记住前面的朋友，他们都是单身，可能有暧昧对象或正在接触，
如果你觉得你希望能够，他只要15就好了。这不是每个人的行情啊。还有，但是一个人的收入超过10万的，你要知道他在他的单位已经是主管，是。那要超过15、20万以上，他必然就是在那个公司里面很高层。我们也不差啊。哦，对了，对啊，注意你的态度。好，郑医生，请回答大家，收入如果差多了，你觉得如何？第一，男生他自己自尊心会受损，我就算不计较，他也会受损。第二，如果我们今天要出去买东西干嘛的，你会觉得他跟你的价值观有点差太多，这就是3观之一了啦。对，然后第3点就是，你每次如果要出去旅游或干，因为我其实之前交往男朋友收入都比我低蛮多的，然后我们出去都是 AA 制，其实我很少让男生请客，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好像他也会有负担，对他久了他就会自己不舒服，然后如果我们要去哪里玩的，他就说不然我没钱，我没办法去，我就会觉得这感觉不好，很差，就是但是来了也没办法，状况来了，如果他的收入的确不怎么多，你刚刚比了个20，他努力了半天，他有8万多，有时候家庭奖金可能有10万，他跟你有落差，但是他价值观跟你是一样的，怎样？就你认为要不够花啊，敢花，他会去存啊，对啊，他会去存，就是他跟你价值观是一样的。他虽然赚的没你多，但跟你价值观是一样。他也认为旅游就应该去哪里，跟你想的是一模一样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但做不到啊。他只能想说，哦，我想这样，那变成我要 cover 他。对，好，没有问题了。因为金钱这个的确就会影响到生活。会不会有一些落差了？如果真的差太多的话，有时候相处起来，比如说要出去玩、要吃东西，那就会少了很多2个人一起共同去体验享受。不过这边我要分享一个大家要注意的，如果是对方高我们很多的话，我自己遇过的一些状况是，有一些高很多总是在出钱的人，他会有一种心态啊，反正我都出钱了，就是好像我出钱我比较大。所以我其他都懒得做了，要特别小心。有些人会变成这样，哦，要提醒自己，难免对，还是要沟通啊。很棒的提醒，对，这提醒蛮好。3观，这期开始有提到3观的问题啊，价值观、世界观、人生观，对不对？基本上都很接近。好，来到最后一个年龄段了，各位小心哦。来，拉拉，择偶的条件最在意的是有仪式感的生活，你超有仪式感的。对，何谓生活仪式感？因为我觉得有趣的灵魂很重要。如果说你要找一个伴要相处很久的话，他要接得住你的仪式感。例如说，我之前有一个对象，他就是很节省，然后我每天露营都一直吃便当，回家他也叫我吃便当。然后我有时候想要煮饭，或者是说我主动邀约吃大餐，他就说不要，好浪费钱。这也是价值观哦。对，你的偶尔会不会每个礼拜一次啊？每个礼拜一次犒赏自己很合理啊！我那么努力在工作，那你的大餐的标准在？大概一个人1000多块啊。但对他来讲，他觉得80块便当就可以解决，你干嘛花1000块？如果是这样的标准的话，真落差太大了。对，然后有时候情人节、生日，我想要收到花。他就会直接讲说，花都会凋谢，干嘛要买花，浪费钱。对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仪式感的问题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那会不会是我来教他仪式感？他如果有 get 到的话，就会觉得原来男生被宠也这么幸福。所以我就从他生日下手。我觉得他去上班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在那里灌气球。然后连那个生日快乐气球布置，对，然后我自己还煎牛排，然后就是偷偷摸摸等他下班的时候，我还拉炮哦。我想说这样子他回来我就这样咻，然后超开心的 Happy Birthday。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吗？什么？他说你干嘛在家里拉炮啊？这样我还在家里扫地耶。好解哦，超解的。这个礼物行不行？女生观点大不同。礼物他真没时间挑，用红包取代吧，可以吧？就算没有时间，还是可以去买个蛋糕吧。我真的不想要收到那个礼物，还要演，好喜欢600的，不是600，如果低于1万块，他就知道了。Happy Birthday！ 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吗？什么？他说你干嘛在家里拉炮啊？这样我还在家里扫地耶。好解哦，超解的，他完全就是
毁了我一整天筹备，就是帮他过生日的那个心情。真的是比较无趣的人呐，超级无趣。然后过没多久换我生日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那看他怎么表现，因为我前面已经演给他看了，所以他就包了1万块红包给我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会包1万块红包给我？他就说，因为我算了，上次你帮我过生日啊，那个气球布置多少钱，跟那一餐牛排，还有你送我的 iPhone 耳机，大概价值1万块，我就这样子回送给你，反正钱比较实际。哇！然后我就觉得，天哪，我过生日哎，怎么会这样子寸金寸两的？然后我就觉得好没仪式感，完全无法相处。因为我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啊，就会说baby 早安，抱抱亲亲，然后他就会说你有没有刷牙，然后什么？我的天哪，这真的很难，开口就毁了我一整天。对啊。那生日收到红包这件事情，礼物当然大家都想拿了，对。收到礼物的感觉是不一样，但多个2000嘛，因为他是直接说他把我的等值的，对，他是等值的。来，把那个圈插牌准备一下。礼物他真没时间挑，用红包取代吧，可以吧？请举牌。我们他们都 OK 耶，你们真的是很实际的人哦。对啊，因为我之前有收过那个潜水装备的那个生日礼物，但我是个旱鸭子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他不知道你不潜水吗？他知道啊，那但是他希望我跟他共同培养兴趣啊。但对我来说，我光是洗脸，我每天洗脸都怕自己溺水了，我还要跟他去潜水，跳太多了。你连洗脸都会溺水啊？就是我要练习那个憋气，不要让那个水跑进去。那你不能啦，有的不能碰水就是不能碰水。对啊，可以收红包。因为我是演员，我平常都在演戏，我真的不想要收到那个礼物，还要演，好喜欢这样很麻烦。不要你给我自己去买我喜欢的东西。哎呦，那红包有没有一定要多少数字？没有，都可以，可以就看他原本就预算要送我多少，那你就包红包。他没有5位数也可以啊。600，不是600，太吉利了吧？有够吉利的。比如说什么6000、几千的 OK， 我也 OK， 对，就是不要硬送，就最好1万吧，1万起跳，你要1万起跳，不是你这有原因的，因为如果我送他，我也不会只想要送我另一半几千块的东西啊，对，我会从我自己出发去想他已经财富自由的，对，他财富自由了，来贝蒂，因为至少他有这个诚心，然后1万块，其实我觉得差不多，因为之前是1万块，如果低于1万块，他就知道了。我会送，但是我会用礼物盒装那个钱。装那个1万块，太慎重了，就是礼物，或者是现在有很多那种拉出来有一堆钱的那种，对啊，就是你是送钱，但你也用心，还是有点设计感。对啊，会这样子。来99，我是因为前阵子才送一个东西。我挑的时候就有在想他会不会喜欢这个颜色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没有不是，然后送完我们再回去换新的。这很多你不觉得吗？你挑了个半天是他不喜欢的，就是他觉得太浮夸什么之类的。对啊，所以送钱感觉是一个很棒的选择。是啊，钱是很好，没错啊。可是我还是喜欢收到一个小礼物的感觉啊，还是哪怕小，对不对？哪怕再小，哦，心意啊。马宇也是啊。对，我觉得就算没有时间，还是可以去买个蛋糕吧。就我收到蛋糕，我还是会很开心。因为钱我自己赚就会有了，但他挑的东西财富自由了也没有，就靠自己努力嘛。但是礼物是他可能会特别去想，我想要什么，我喜欢什么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心意跟仪式感，我觉得会蛮开心的啦，很惊喜。要我40岁以前，我会希望钱。可是我现在过半百了，我觉得我比较你钱太缺钱了，因为你送你礼物很难，因为你看起来什么都不缺。对啊，送你礼物好难，超难的。对啊。好，阿 Q 大概都知道了吧？你就要一个有才华的女人嘛，对不对？沉默不说话也不尴尬的。对啊，好自在。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，因为我有相当的难度，但是很好的境界。很好，对，因为我有遇过那种，我有一件事，随时我只要不讲话超过2分钟、3分钟，他会说你干嘛不讲话？你不开心哦？你不爱我？然后我们一分开的那个当下，赖就要通话了，通话到见面。就是24小时要通话，然后一定要讲话，除了睡觉之外，我觉得很烦。很好的朋友也可以做到这种境界，对，这很重要，因为很自在、很放松。我觉得蛮好讲这个。来，你呢？我来看一下哦。你在意的择偶标准是？情绪稳定，不情了。
这太难了，不情了。有些人就是情绪的动物，太难了，尤其女人。但是有些人特别容易暴怒，然后特别容易想要控制你。你说贝利啊？所以才是大悲剧，他就完蛋了。对，就是因为之前遇过，就譬如说，他说可能他因为太容易暴怒了。所以可能受不了了之后，想要跟他提分手，他就说你跟我分手，我会自杀什么之类的。哦，这个很可怕，恐怖情人这种真的太可怕了。所以就是我之后就会看人他生气的时候怎么做，才会决定这个人可不可以继续下去这样。了解，对，因为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重要。这是个不定时炸弹。对，不定时炸弹，真的哪一天我也要被抓去关了就完蛋了。情绪稳定很重要。对，贝利姐该你了。生活作息要合拍，生活作息有很多细节，说哪一些？本来我也觉得不严重，但是自从我之前有个男朋友啊，他就是喜欢晚睡、熬夜的那一种。就譬如说他已经下班已经晚了，可能8、9点了，然后吃个东西，然后滑手机，然后可能睡前洗完澡再滑手机，那时候可能大概2、3点了，他就精神 always 很差，然后隔天早上就是一直打哈欠啊，很累啊。对，而且重点是，如果6日有没有，他星期5是不是超晚睡？星期6我就要等到隔天下午3、4点才能带我出门。对，就是他补眠嘛。那一开始我可能爱还在走，就想说，好吧，那就爱还在走，对，爱还在清醒，想说包容一下好了。就是因为工作也很辛苦，我隔天下午3点都是酒精还在走，对，还没醒。作息不同意踩雷，现场爆发意外冲突。就去宜兰玩，我们就开那个雪隧有没有？然后开到一半，他说：“宝贝，可以打我一下吗？”然后我想说，这不是昨天晚上的剧情，怎么还要在现场？因为我那个男朋友啊，他爱熬夜，然后呢又喜欢喝酒，就不就是你打我。然后呢，星期6有一次啊，真的很夸张。我说，我们去宜兰玩好不好？因为很近嘛，反正时间少就去宜兰玩。我们就开那个雪隧有没有？然后开到一半，雪隧不是很长吗？10点多公里。他说，宝贝，可以打我一下吗？然后我想说，这不是昨天晚上的剧情，怎么还要在现场？等一下，除了其实我们也没有问那么多，你不需要分享那些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就说。因为我刚刚一直很想睡觉，因为雪隧他开的时候，他觉得他精神无法集中，因为画面太一致了。对，然后呢，我想说不行，因为我是营养师嘛，就是要帮他补一下他的身体，所以我就说，不然你补一下 B 群好了，因为他平常就是饮食很不均衡嘛。我们平常吃进去的食物不是有糖类、脂肪、蛋白质吗？这一些需要去做能量代谢。那 B1、B2、B3 呢？就是我们的发电厂，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这3个营养素去做燃料变成能源，你才会有体力嘛。哪些食物有 B1、B2、B3？就是像全谷类的，就是像那种糙米呀、糙米、燕麦，然后牛奶、鲑鱼。可是我们得要吃到一个量，对，因为我那个男朋友他就是简单吃个便当，或者是说吃个面就过一餐，因为大家现在生活都很忙碌嘛，然后餐就是老是在玩。对，他就是很疲劳、很累，然后很容易不耐烦，情绪也很不稳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 B6跟 B12就可以帮助他产生快乐的荷尔蒙。对，快乐荷尔蒙，它就会情绪容易稳定，跟帮忙他做褪黑激素的合成。那 B6跟 B12的食物有哪些 ？B12呢，主要是在动物的食品里面，像是一些肝脏类啊，或者内脏类。B12对，因为其实很多吃素的人，他们研究有发现会缺乏 B12，所以如果就是有些吃素的人也要特别补充哦。对，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B5的部分呢 ，B5是它的通行证，因为它会产生辅酶 A， 乙烯辅酶 A，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经过它才能够进去这个发电厂，它才能产生能量，这个 cycle 呢才有办法转得动。我们是要单一的补充，还是补充一个综合的 B 群？其实像现在很多 B 群有分很多种类嘛，有些人说，为什么我吃 B 群，如果我晚上睡不着，我还可以吃 B 群吗？答案是可以的，因为呢，我刚刚讲到 B6跟 B12可以帮助调节睡眠，然后以及刚刚有提到一点很重要，挑选另外一半，颜值也超重要。当他的饮食不均衡、压力又很大的时候，其实皮肤也会不好。对，那其实我们吃B 群的时候，大家没有发现到尿尿会黄黄的。对，这就是 B2 核黄素
的原因，就表示你就是这个 B 群里面有核黄素。不是 B 群吃到都会黄，是里面的 B2 的部分。对，那这个 B2呢，对于我们的就是皮肤的完整啊，以及我们口角炎有没有？如果常常看到有人在口角就是好像很干，然后有一些小疙瘩这种，其实也都是缺乏。常在口角的都是脾气不好的。对，一直起口角，口角。所以 B 群里面的 B2、B3、B5、B7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更有光泽，然后毛发更亮丽。是，很需要哎，真的。突然间帮我们做了个卫教，对，好棒哦。B 群真的很重要啊。但生活作息还是最根本的啦。我还要补充一点很重要的是，因为我那个男朋友啊，他爱熬夜，然后呢又喜欢喝酒，又容易压力大，然后3餐老是在外，这4种类型的人呢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现在打我，跟我们昨天晚上没有关系，你现在打我，用力打下去，不好意思，不行，他讲的就是我啊。对，就是这4种类型的人呢，补充 B 群是超级适合的，超适合的。补起来，我等下就吃，你等下就吃，马上来2颗。我等下就吃。我们谢谢他，真的谢谢他。今天有看到每个人最在意的择偶条件，当然都不一样。都不一样啊，都在乎的都不同。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，只有最契合的灵魂。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，对不对？好看的皮囊是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。对，你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对的人，然后你就会遇到一个频率相契合的人，可以这么说，是吧？可以这么说，先爱自己嘛。先爱自己。祝福现场的每一个人，除了已婚的我们3位之外，其他人那个不管是失婚的还是，都能够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那个人，然后不一定最完美，但一定跟你们最对位，收入都在15万以上。没有，他们那边只要5000就好，5000就好了。爱就好，爱就好。女王大人，下次见，See you，拜拜。谢谢马大雄，谢谢。谢谢马友，谢谢大家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特别感谢嗨欧尼时尚美妆。